2008年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，华尔街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。当时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伯南克面临着巨大压力，金融体系正在崩溃，几家大型投资银行已经倒闭或濒临破产，股市暴跌，失业率飙升。华尔街和国会的许多人都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激进措施，有些人主张让市场自行调整，有些则要求政府全面接管金融机构。在这个危急关头，伯南克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。尽管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，他没有仓促行动，相反，他对他的团队说，让我们不要被恐慌驱使，我们需要全面评估情况，然后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。伯南克花了48小时与核心团队闭门讨论，分析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及其后果。当他最终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他提出了一个平衡的方案，有选择的救助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，同时让那些管理不善的银行承担后果，并实施一系列监管改革，以防止类似危机再次发生。多年后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遍认为，伯南克的冷静决策避免了一场可能比1929年大萧条更严重的全球经济崩溃。他的前同事阿兰·布林德后来评价道，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，本展现出的不是恐慌或冲动，而是非凡的情绪控制力。当所有人都在尖叫时，他保持了冷静，仔细权衡了每一个选择。正是这种冷静的判断力，挽救了全球经济。伯南克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，在危机面前，真正的力量不是爆发，而是克制；不是冲动，而是冷静。这种情绪控制力是成功领导者的核心品质，也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能力。真正拉垮你的，从来不是外界，而是失控的自己。你以为打败你的是别人的算计，环境的不公，错了。真正毁掉你的是情绪失控。在人生这条路上，我们常常抱怨环境恶劣，他人不公，感觉自己活得像个受害者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打败我们的，往往不是那些外在的压力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失控。今天，我们要聊一聊被心理学家称为野马定律的现象，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条定律，让自己真正活得清醒、通透、自由。野马定律，被情绪杀死的悲剧。在非洲大草原上，生活着一种小型吸血蝙蝠，它们专门附在野马腿上吸血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蝙蝠吸的血量极少，不足以致命。真正致命的是，野马因为极度愤怒，狂奔不止，导致体力耗尽，最终悲惨死去。换句话说，杀死野马的不是蝙蝠，而是他自己的暴怒和疯狂。这就是著名的野马定律。2008年，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 CEO 吉米·凯恩就是这样的野马。当他得知公司股价暴跌时，他在办公室大发雷霆，砸碎了电话，对员工咆哮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拒绝与潜在的救助方摩根大通进行冷静谈判，坚持要更高的价格。结果，贝尔斯登以每股$2的价格被收购，而1年前，这个价格是$170。凯恩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，我的愤怒蒙蔽了我的判断，我本可以挽救更多，但我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。心理学家发现，
人们往往在遇到小事的时候，产生剧烈情绪反应，最终不是被问题本身打倒，而是被自己失控的情绪击垮。生气时做出冲动决定，结果后悔一生。因为嫉妒心爆发，反而让自己的人生脱轨，一点挫折就情绪崩溃，错失了更多机会。真正拖垮一个人的，常常是自己内心无法控制的怒火、恐惧、焦躁与怨怼，而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挑战。2016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中，美国选手西蒙·拜尔斯在预赛中出现了失误，许多人预测他会在压力下崩溃，但拜尔斯做了一件简单却有力的事情。他回到休息区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了60秒。当他重新上场时，展现出了完美的表现，最终赢得了金牌。后来在接受采访时，拜尔斯说：“我的教练教导我，情绪是可以控制的。当我感到愤怒或紧张时，我不会让这些情绪控制我的行动。相反，我会暂停，呼吸，然后决定如何回应。遇事不急，不被情绪带节奏，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修养。”为什么我们会掉入野马效应的陷阱？想要摆脱野马定律的束缚，首先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世界理解太浅，导致处理问题的方法单一粗暴，遇到一点摩擦不懂得换角度思考，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情绪爆发。2011年，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在与一位设计师讨论 iPhone 屏幕设计时，突然勃然大怒。设计师提出的方案与乔布斯的想法不同，乔布斯立即开始咆哮，称这个设计完全是垃圾。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凝固。然而，乔布斯的好友和同事蒂姆·库克在会后对他说：“史蒂夫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他的设计有其合理之处，你的反应可能会扼杀团队的创造力。”这番话让乔布斯沉思良久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，乔布斯逐渐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爆发，开始更多地倾听他人意见。这种转变不仅改善了他与团队的关系，也为苹果带来了更多创新。认知决定情绪。当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别人一刺激我就要爆发的阶段，你就像那匹草原上的野马，活活把自己耗死。一个人如果没有高质量的目标，就很容易被眼前的小事牵着鼻子走。上司一句批评就愤怒不已，同事的一点排挤就抑郁低落，朋友的一句玩笑话就耿耿于怀。1995年，J.K. 罗琳正在写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一部小说，当时她是一位单身母亲，靠政府救济金生活，住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公寓里。她每天要照顾婴儿，同时努力完成小说。在这段艰难时期，她的前夫经常骚扰她，批评她浪费时间写一本没人会读的书。面对这些打击，罗琳没有被情绪淹没，而是坚持自己的目标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不会让任何人的言论影响我的写作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知道这本书的价值。如果你心里有真正值得追求的大目标，这些小事根本不值一提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从不为无聊的人和事分心。当一个人能力不足时，面对挑战只剩下情绪。比如工作出现问题，如果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只能靠发火来掩饰无能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通用电气面临严重困境，
当时的 CEO 杰夫·伊梅尔特每天都面临着巨大压力。在一次高管会议上，当财务总监报告公司可能无法满足季度盈利预期时，伊梅尔特没有发火或指责，而是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：我们有什么选择？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他带领团队分析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，最终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。伊梅尔特后来解释说，在危机中，情绪是奢侈品，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不是发泄情绪的出口。技能短板才是情绪爆发的温床，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是最好的情绪管理术。认知、目标、技能缺一不可，只有不断升级自己，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成为被情绪控制的野马。情绪失控的代价比你想象的更大。很多人以为发一通脾气，骂几句，泄泄愤没什么大不了，但真相是，情绪失控的代价比你想象的可怕得多。长期怒气冲天，最伤的是自己的心血管系统。医学研究表明，愤怒是引发心脏病、高血压的大诱因之一。2009年，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跟踪了300名男性长达10年，发现那些经常发怒的人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比情绪稳定的人高出3倍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在愤怒爆发后的2小时内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暂时增加5倍。著名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曾因工作压力和脾气暴躁而闻名好莱坞。在拍摄《泰坦尼克号》期间，他的爆发式管理风格让许多工作人员心生恐惧。2010年，卡梅隆在一次体检中被诊断出有严重的心脏问题，医生明确告诉他，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，你可能看不到你下一部电影的首映式。这个警告让卡梅隆深受震撼，他开始学习冥想和情绪管理技巧，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。在拍摄《阿凡达》续集时，剧组成员惊讶地发现他变得更加平静和耐心。卡梅隆后来承认，控制情绪不仅让我成为更好的导演，也可能挽救了我的生命。爱发脾气的人，注定人缘差。别人害怕你的情绪不稳定，自然慢慢远离。英国演员休·格兰特在90年代事业巅峰时，因情绪失控而闻名。在电影《诺丁山》的拍摄现场，他经常对工作人员发脾气，甚至与导演罗杰·米歇尔发生激烈争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的导演和演员不愿与他合作，他的角色邀约逐渐减少。2007年，格兰特在一次深度采访中坦言，我浪费了很多年在愤怒和不满中，我把很多好人推开了，包括一些本可以成为终身朋友的人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控制情绪不仅是为了他人，更是为了自己。在认识到这一点后，格兰特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，他的职业生涯也逐渐回暖。在《云图》等影片中展现出了新的演技深度。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很难得到重用，因为老板最怕的就是用一个随时可能炸锅的定时炸弹。特斯拉创始人埃隆·马斯克是科技界著名的情绪化领导者。2018年，在一次分析师电话会议上，当被问及特斯拉的财务状况时，马斯克突然发火，称提问无聊且愚蠢。这次爆发导致特斯拉股价在次日下跌了 5%， 市值蒸发了近30亿美元。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随后对马斯克的行为展开调查，
最终，马斯克被迫辞去特斯拉董事长职位，并支付2000万美元罚款。虽然他仍然是 CEO， 但董事会增加了对他的监督。马斯克后来在接受60分钟采访时承认，我的冲动有时会伤害公司。我正在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对特斯拉的未来至关重要。当你在情绪爆发时，大概率也错过了冷静处理问题、化危为机的最佳时机。2007年，微软 CEO 史蒂夫·鲍尔默在得知苹果推出 iPhone 时嘲笑道：500美元的手机，没有键盘，它不会受到商业客户的欢迎。他的傲慢和对竞争对手的轻视，让微软错过了移动革命的浪潮。到2013年，微软在移动操作系统市场的份额不到 3%， 而 iOS 和 Android 则主导了市场。鲍尔默后来承认，这是他任期内最大的错误。我们本应该更早进入手机硬件业务。我让情绪和固有观念蒙蔽了判断。这是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错误。每一次情绪失控，都是在用自己的未来为一时的快意买单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不是不会生气，而是懂得生气是最昂贵的成本。冷静是最顶级的自律。想要打破野马定律，必须修炼自己的内功。遇到让你情绪上头的事，不要立刻回应。听到批评，先深呼吸5秒。看到朋友圈晒炫富，先冷笑一下再划走。面对不公待遇，先默默记在心里。积蓄力量。2011年，奥巴马下令海豹突击队执行击毙本拉登的任务。在决策过程中，五角大楼的将军们都主张立即行动，但奥巴马却说：“给我16小时考虑。”在这16小时里，奥巴马要求团队再次检查所有情报，评估各种可能的结果，甚至考虑了任务失败的后果。最终，他批准了行动，任务成功完成。奥巴马后来解释说，在重大决策面前，延迟反应不是优柔寡断，而是智慧。情绪是可以管理的，关键是给自己一个缓冲带，看远一点，站得高了，眼界自然宽了。小人挑衅，懒得理他；小事不顺，翻篇继续走，别人阴阳怪气不入耳，自安然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巴菲特在股市暴跌时投资了高盛，许多人认为他疯了。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在别人恐慌时依然冷静，巴菲特回答：“我不关注明天的股价，我关注的是5年后、10年后的价值。当你的视野足够长远，今天的波动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一件事是否值得你动怒，标准很简单，它对你的长期目标有影响吗？如果没有，不必动情绪。当你变得足够强大，世界上99%的事情都伤不了你。能力是最好的底气，实力是最硬的铠甲，自律是最高级的自救。2004年 Facebook 刚刚起步时，雅虎提出以10亿美元收购，许多投资者和顾问都建议扎克伯格接受这个提议，认为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。面对压力，年仅20岁的扎克伯格没有冲动决定，而是冷静地评估了自己的产品和团队。他对团队说：“我们不是为了卖掉公司而创建 Facebook， 我们有能力建设更大的东西。”他拒绝了收购，专注于提升产品和扩大用户基础。10年后， Facebook 的市值超过了2000亿美元。扎克伯格后来解释他的决定，
当时很多人认为我疯了，但我相信我们的能力。真正的自信来源于实力，而不是情绪化的决策。每天成长一点点，情绪的波动就会小一点点。慢慢的，你就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情绪自由。最好的情绪管理是让自己足够强大，强大到无需情绪发泄，而是笑着碾压一切。归根到底，情绪管理决定了你的人生上限。能控制情绪的人，才能掌控局面；能抵抗情绪的人，才能掌控节奏；能用情绪为自己服务的人，才能活成赢家。2008年，费德勒在澳网半决赛中输给了新秀德约科维奇。赛后新闻发布会上，记者问他是否认为德约科维奇的胜利是偶然。费德勒当时情绪低落，回答说他有点幸运，打得并不比我好。这番话在网球界引起轩然大波，被视为费德勒罕见的失态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费德勒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态度。在接下来的温布尔登决赛中，他再次面对德约科维奇，这次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冷静和专注，最终赢得了比赛。赛后，费德勒坦言，那次失态让我意识到，情绪可以成为我的主人，也可以成为我的仆人。从那以后，我决定让他为我服务，而不是控制我。掌控情绪，并不是让你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让你学会选择何时何地，为何而动情。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不会哭，而是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流什么样的泪。2016年，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在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时，展现了完美的情绪掌控。在此之前，他已经5次提名却未能获奖，成为好莱坞的一个笑话。当他终于拿到小金人时，他没有表现出过度的兴奋或报复性的言论，而是优雅地感谢了所有帮助过他的人，并利用这个平台呼吁关注气候变化。迪卡普里奥的表现展示了情绪掌控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压抑情感，而是将情感转化为力量，用于实现更大的目标。就像那只非洲草原上的野马，如果能懂得蝙蝠吸的血虽少，不足以致命，狂奔和暴怒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，那么他就可以从容地奔跑在草原之上，自由而骄傲地活着。我们也是一样，真正打败一个人的，不是世界的恶意，而是自己对小事的放大，对情绪的失控。2020年，当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时，新西兰总理杰辛达·阿德恩展现出了卓越的情绪管理能力。在一次记者会上，当被问及政府的防疫措施是否足够时，他没有表现出防御或愤怒，而是平静地说，我们正在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，但我们也在学习和调整。如果有更好的建议，我们愿意倾听。这种坦诚和冷静赢得了公众的信任。新西兰最终成为控制疫情最成功的国家之一。阿德恩后来解释说，在危机中，人们不需要看到领导者的恐惧或愤怒，他们需要看到清晰的思考和坚定的行动。愿你从今天起，远离那些不值一提的小蝙蝠，不为小事暴怒，不为烂人内耗，活成自己心中最自由最闪耀的样子。记住，情绪不是你的敌人，而是你的工具。学会使用它，而不是被它使用。情绪管理不是一蹴而就的技能，而是需要日复一日的练习。